来到布拉格，这座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经过长途飞行，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美丽的地方。虽然有些疲惫，但看到布拉格的美景，所有的疲劳都消失了。飞机降落后，我们迅速提取行李，乘坐大巴车前往市区。一路上，布拉格的城市风光让人目不暇接。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布拉格拥有许多著名的景点，每一处都值得一访。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横跨伏尔塔瓦河，连接着老城和小城。布拉格城堡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之一，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老城广场则是布拉格的心脏，这里有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钟上的小人偶就会开始表演，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看。来到布拉格，怎能不品尝当地的美食呢？烟囱卷是捷克的传统美食，外皮酥脆，内馅甜蜜舒爽，让人一试难忘。搭配上一杯捷克啤酒，更是绝配。捷克啤酒以其浓郁的口感和悠久的酿造历史而闻名，是每位游客必试的饮品。而布拉格的夜生活同样精彩，无论是酒吧还是夜店，都充满了活力。夜晚的布拉格街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无论是想要享受一杯美酒，还是跳舞狂欢，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这座城市的每一刻都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让我们开启旅程吧。那叫做呢莫尔岛，莫尔岛。明天呢，我们就是要在这条河上面呢坐船来游船，然后用午餐。就是这一条呢伏尔塔瓦河。右手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圆顶的，就是呢捷克的农业部。捷克的农业呢也相当的发达，所以它农业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府的部门座位包括呢中式餐呢，它也不一定是圆桌。有时候呢它可能呢是2个，有的4个，有的6个，有的8个，有的10个，不一定那基本上我知道，当然有很多的贵宾你可能是亲朋好友一起来旅游，希望能够。所以这个火车站呢，最早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法恩兹约瑟夫呢火车站。这个布拉格的呢国家歌剧院，100多年的历史。新城区呢建于1348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这是圣瓦兹拉夫铜像。这瓦兹拉夫是捷克改信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位呢亲王。这个右手边呢就是瓦兹拉夫广场。因为在修路所以这边呢就会比较呢有一点塞车在这两边有呢这个铁架这个铁网，因为呢曾经有人在这边自杀过，所以就叫做呢自杀桥。麻烦各位要准备一下，我们前面很快就要到达呢高堡区住的呢主要的原住民是塞尔特人，小心这里有楼梯他是塞尔特人。那当时住在于呢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呢这个波西米亚这一带他的呢这个塞尔特人这个部族呢是叫做波伊人所以呢这个地方他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呢波黑米亚那么在西元前5世纪这个波伊人住在这里。到了呢西元前1世纪来自于北欧的日耳曼民族，他们开始慢慢从呢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南迁移，那么就来到了欧洲大陆准备呢往南呢进攻呢罗马帝国。当他们来到了我们现在，那么他就呢跨过呢这个多瑙河，把罗马帝国呢把西罗马帝国要到前面那边才有的。对可能要差不多大概30分钟吧，要走过去要大概20到30分钟了。对，那么呢，匈牙利人的祖先马大人也灭亡之后，波西米亚地区呢开始发展起来。我们现在呢慢慢进入到这个高堡。
历史上他们认为高堡是呢统治呢波西米亚的普利谢家族的发源地，但是其实根据他们的考古，这里比我们呢明天要去的布拉格城堡区要晚几十年。这个城门呢，在史地图，因为它是一个哥德式的，它建于1348年到1350年。那么这是呢对于捷克非常重要的一位国王查理四世国王当年。刷卡。往罗马式建筑为特色，因为他们的建筑当时技术没有那么的顶尖，这建筑比较没有那么高大。它的墙会比较厚重，窗户呢会比较少，比较小，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办法用计算出这个墙体的。那个手机开啊！这个手机有点热。那钱。帮你照一个，先照一个。但是这边都要喊音乐。对，因为不需要。但是当然那边是会比较重要，因为那个是后来整个布拉捷克的一个中心所在。对，那但是不是城市，那个是国王跟贵族住的。西洋梨耶，西洋梨。那个沿路都是这种。来，跟我们如果开玩笑，我们就慢慢往这里来喽。一瞬间，哎。阿胖的那个吗？哎，你的那个头像。圣彼得它原本名字叫西蒙，耶稣基督赐予他彼得的名字，代表就是使徒，那么告诉给予他天赋的权势，那么让他在呢地上所呢结。
瓦萨尔布一世是奥图卡二世的父亲，两个人争19年呢被破坏掉了啊，1249年被破坏掉了，之后呢才又重建。啊，那么重建的过程呢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它的呢这个建筑啊，后来呈现的呢是哥德式的风格。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是在1885年到1887年，那么由呢捷克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叫约瑟夫·默克，以呢新哥德式的风格重建。那么呢，因为约瑟夫·默克后来去世了，所以他的尖塔，那么是在1903年由他的呢这个事务所的一个同事啊，叫法兰迪谢克呢所建造的。它的呢这个尖塔非常的特殊，你可以看到，有人说这个就像玛丽树呢所开出的花一样，是中空的，所以看起来特别轻巧。你可以看到呢，这中间的三角啊，中间这个是耶稣基督，那么呢左边呢拿着锁匙的呢，这就是圣彼得；右手边呢拿着剑的呢，就是圣保罗，圣彼得及圣保罗。在底下的门呢，我们可以看到正中间呢，那么正上方是耶稣基督跟他的12个门徒，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呢有翅膀的，这是大天使长米迦勒。那么左边呢是他们上天国，右手边呢是下地狱。左边呢你可以看到，那么有锁匙，2003年。那么前任的教宗呢，也就是现在还能封圣圣若望保禄二世，那么把它封为呢巴西里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右手边的呢，这边写的巴西里卡，巴西里卡就是高1层级的教堂，它不是大主教驻地，但是高层级的教堂。右手边呢，白地上的呢，这个红地上的白色。睇下先播先。在合作手可以看到，这里有呢一男一女，男的呢你可以看到拿着笔，女孩子呢这个站在上面，代表着这个就是利布斯跟普利米歇尔。这个整个的雕像，这几个雕像都是由呢捷克非常有名的雕刻家米尔斯贝克所雕的。米尔斯贝克他1814年出生，1929年去世，活了100多岁。那么呢，这个雕像啊，显示出当时的捷克的一个社会是母系社会。你可以看到，农夫普利米歇尔是坐着的，但是呢，这个利布斯啊，感觉起来权势就比较高，所以这是当时的捷克的社会是母系社会。这个代表着呢，就是捷克它的一个建国史诗。我们刚才讲。不用再开刀，那要。大多数做的但是这种造型，你看观光要做观光，前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高堡会看到的这个佩特勒佩特勒山上面就是我们说的呢这个佩特勒这个佩特勒他做过大学是先入的学生很长的一段时间
老师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担任。那么他们先有老师。到那么波西米亚呢就有所谓的宗教的改革，因此在斐迪南呢2世在位的时候，在1617年，车哎。那基本上不是只有在布拉格吃得到，之后我们到的那个克鲁诺也有这个烟囱局，我们来对得到这种证明。那老城市政厅非常有名，来跟我们向这个方向，最为有名的就是呢这个天文钟塔这个老城市政厅的建筑大概是建于12世纪，非常老，但是它被改建为一个市政厅是在1338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黄色的砖条的部分，石头的建筑部分就是1338年它的呢这个市政厅的一个部分那后来呢，整个市政府呢不断的扩建，把周遭的房子都给买下来。像我们各位可以看到呢，左手边呢，这个红色的呢，这个墙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窗户，这栋建筑是在1360年的时候建造后改建的。在呢这个窗户上面有着一排字，就写着呢布拉格王国的首都那么呢，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的这个是天文钟塔，天文钟塔它的高度是69万米。对。